实习正式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企鹅电竞，其实就是一个以游戏直播为主的直播平台。那就是有点像国内的那个斗鱼虎牙这种的。那对，比如那个产品也刚好就是从我毕业的时候开始做，然后我也是刚毕业就开始做，所以差不多就是一起成长这样子。对，然后主要就是一个直播的平台，那现在也是变成一个综合的直播平台了，就是娱乐内容都会有这样子。OK， 了解。所以你本身本科就不是学交互的，还是你本科是学别的专业？对，本科也是学工业设计的。OK， 了解。所以你当时实习所在组就是这个企鹅电竞吗？还是不是？是别的组？实习不是，实习的时候组名我忘了，但是当时是在那个 ISUX 那个地方去实习一个部门，然后那个部门的话，其实也在对外也有很多宣传的文章啊，估计大家如果有关注到的话，一般都会逃不开这个这个门的一个发的一些文章之类的。不过当时做的产品是那个微云，是一个腾讯做的个人网盘的产品吧。只是正式工作的时候就不在微云了，就去企鹅电竞了。OK， cool。能不能大概 elaborate， 就是详细介绍一下你当时实习是怎么投递的啦？那最后是大概什么样招聘流程？然后最后才到微云的组，是你自己选组的吗？还是他们给你分配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双向选择？双向选择倒没有，应该是分配的。那当时因为我印象中在我研二的那一年，研二那一年的话，腾讯是有在上海去做那个招聘的那个招聘的那个叫什么分会场的，类似这样吧。然后在我的前一年是没有，但我的后一年没有确定了。对，所以你是说这是不是机缘巧合吗？我就说，好的，对。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笔试的话就做题目了，然后就大概什么样的题目啊？是会问你腾讯的架构啊，不会，还是问你有没有玩王者荣耀？不会哦，好。王者当时还没有，好像当时还在研发，对，他不会问这种问题，不会问公司相关的问题，只会问交互的问题。对，我记得当时我感觉那套题目是游戏交互的题目，但没想到我进去之后做的不是游戏交互。对，他会问，比方说什么叫 CD， 什么叫 up 值，就是 A。什么叫 CD 啊？CD 你说那个对，冷却时间那个。冷却时间吗 ？OK， 对，然后对，其实就有点像这种题目，我印象中有这种题啊，有 up 值，有那个，对，然后也会让你改一个，就是现场去在笔试题目上面去改一个游戏里面的界面。就看你画一个手稿 sketch 这样子是吗？对，基本上是这种就偏交互上面的题目吧。然后这个很快他就会告诉你说有没有通过啊，就他会收卷子嘛，然后多快啊？是当场就告诉你 you are out 那不会，还是 you are in 吗？不会，没有，隔2-3天多久？还隔1个礼拜？对，2-3天这样，非常快。对，然后就去酒店面试了。酒店面试的话，就面试2天就 OK 了。2天啊，就是就其实是3场是吗？对，3场分在2天里面这样。但是你只要面1场，像你要总共面3场是吗？对，一共3场分在了2天，而且他挺好的一点是，我当时问过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同学，他们就因为是外地的，住在上海不方便，那HR 就会安排他们在同一天面完三场，而我是因为上海的，对，所以就不需要，就分成了，对，就比较人性很快的，是的，挺好的。了解。所以你进去实习之后大概是什么工作情况？就是你的 team 大概多大？然后是只有你一个实习生吗？还是你有其他正职设计师带你？有我那个组就我一个交互实习生，然后也有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正职的员工来带我。然后呢，但是当时算上我就交互就只有2个人。你想，我是一个实习生，对，等于他就一个正职的员工。你们总共产品组有多大啊？2个人够吗？产品
就如果是产品经理的话，应该正式的员工不算老大这种的话，应该只有2到3个的样子。然后设计的话，交互算我2个嘛，然后视觉好像也是2、3个这样吧。对，所以其实很小的团队，非常小。挺不错的，因为我听说像 WeChat 微信本身也是小团队，然后慢慢再发展起来的。对，那你很多都是小团队。挺好的，田忌赛马。那微云这个你大概做了什么项目？比方说你是实习大概2到3个月，对吧？那这个期间你能完成到多高的完成度呢？能够介绍一下吗？如果可以讲的话，具体做了什么？当时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最后也是要上线的，所以完成度的话，就是按正式的上线的标准来输出。但是，毕竟还是实习生嘛，那很多东西其实包括交付的要求啊，各方面都是要学的，所以就是慢慢来咯。但我一共好像做了2个项目，我只记得其中一个了，其中一个就是当时是微信开始做它的那个叫什么呢？登录账号体系，就为什么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玩王者荣耀，它会有 QQ 登录跟微信登录，对不对？那微云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就是用户有一次就反馈说，为什么我的账户里面的文件不见了？但是用户其实并不知，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用户他是把微信账号登录了，然后结果他的文件是存在了他的 QQ 账号下面的微云。对，那我们现在就很好理解这个事情了，就是那我 QQ 账号的王者的英雄跟微信账号的王者英雄是不打通的，那微云肯定也是不打通的。对，竟然不一样，好坑爹啊！对，当时是不一样的。对，现在好像也不一样，现在一样了吗？现在一样了，现在微云是一样的。对，花了很大力气改成一样。花很就后端它要整合很多东西。对，主要是后台的问题。对，了解。然后我当时就做了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挺酷的。哎，那好奇一下，偷偷问一下Colin学长，你们实习生的福利怎么样？听说腾讯在整个国内 BAT 的那个待遇里面，还是现在蛮温暖、蛮贴近人性的。对，实习的福利其实跟正式员工是差不多的，就差不多啊。对，就是节日的时候公司会发一些礼物啊，那实习生也是会有的。当时我好像拿了一盒月饼吧，那盒月饼还有一个很精致的那种剪纸的灯，然后就特别漂亮，就你能感觉到他们还是有温度的。挺好的。那最后是如何决定转正的呢？是你的领导还是小组长给你打分数，还是要面试，还是怎么样？还是长期的观察？还要面试，还要面试，对，还要面试啊！就是我当时对答辩吧，就是我当时实习了2个月嘛，然后最后他会让所有同样是交互实习的，在这个部门底下的实习生，然后去组织一场大家都一起参与的答辩会，就你也能听到我的项目，我也能听到你的项目这样。然后不同产品线的那种设计老大也会过来听，然后问问题，提一些意见啊建议这样子。然后就当时反正我压力还挺大，一开始，然后其实答辩的时候就，对，因为有10多个人啊，然后留用率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也觉得，我也不是那种专业背景出来的，然后做的项目也不多，那感觉是不是要凉了？对，要凉了，后面还是最后没有运气好，是吗？对，运气好一些，对，好，很酷，很赞。那交大毕业之后，那你好像就加入了那个企鹅电竞嘛，直播游戏。那是为什么会加入？就是他因为有别的需求吗？还是有别的岗位？还是你申请调转到别的？对，首先因为当时那个微云，它其实已经招到了比我更早毕业的那些毕业生了，所以我相当于是我就没有 headcount 在那边了，然后所以我答辩的时候，那个不是有其他产品组的实习老大过来看嘛，那他们就会就挑人咯，对，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对，然后所以基本上呢也不算双选嘛，也能算双选，但你能选的范围就有限了，对吧？就等于你只能在这个部门底下的产品去选。了解。之后的话就我相当于没有选了，反正最后就被分配到对吧？天气。感觉好像是那个什么
农村下乡被分配到某个单位，所以那个 return offer 跟那个 department 就是跟部门是不会绑定的，就是你到时候可能会对对对，因为部门是有那个招聘的名额的，必须得他们有名哦额，我们才可以进。这样。，OK cool。那就企鹅电竞这个具体这个平台它是在做什么呢？它是只做王者荣耀，还是任何的游戏都做，还是它是具体做什么综合的内容呢？综合的直播啦，就是游戏是都哦，能播，只要不涉及版嗯哼，权问题是都能播。然嗯哼，后现在的话还会有一些颜值的就那种才艺的那种直播，就比方有唱歌跳舞的呀，哦，陪聊天的呀，这种都会有。对，那也在这个用户企鹅电量的话，竞里面吗？对对对，是是是。但是电竞的嗯，话，主要给别人知道的还是游戏直播为主啊，游戏直就是播。很多人，对对对。所以听说张大仙是你们平台出来的嘛？你们平台发迹的。对对对，就一开始他就在我们平台那边就是播的人气还挺高的，然后后面他就谋哦，求了更好的发展。很酷很酷，对，变成了网红了。诶，所以你们具体企鹅电竞是通过什么方法？比方说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主播，然后给他更多的流量啊，打造成一个网红的，是通过不晓得单纯的他的直播游戏吗？还是举办一些比赛啊？还是举办线下的活动啊、赛事分享？会就是就是会综合的，就是比方说，如果这一个主播他，我们会有一些运营的同事嘛，然后他会看每嗯哼天会盯着那些潜力主播，然后看他们的，嗯哼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看一些用户的指标，比方说，他的吸金能力啊，他的吸引用户看直播的时间长短，这样子去嗯判断这个主播是否有潜力，然后也嗯会哼，亲自去听，就一场一场的听，亲自去看他们的。听是吗？嗯就是运营他就等于一个个直播间的走，然后去看，就是说这个主播他的嗯嗯游戏水平怎么样，他的直播水嗯嗯平怎么样。那同时我们会办一些平台级的，就是企业电竞平台级的比赛，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的用户，或者说或者其实外面也会有很长的一个生产链条吧，他们会供应一些生产链，战队，就是这个因为电竞哦，这个行业其实它已经生产，它有点像生产线一样，就很长，就会包括有工嗯会包装、有战队运营这样子。那他们就会参加我们平台的一些哦，赛事，对，然后嗯哼，就有一些厉害的主播，有一些厉害的游戏玩家，他们通过就从那边战队这发机条线，对吗？对，就嗯，会发迹，对对对对，就会走出来一些哦，比较优秀的战队这样子。然后他就可以越来越往 KPL 或职业的方向走，对的，就对了。他如果对对对想要走这条对对对路的话，对，就比方说他通过我们平台参加比赛赢了，那我们也会为 嗯 KPL 推荐这个战队，然后他就在 KPL 那边去打那种晋级赛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最后进嗯到了这个对吧总决赛那种分组里面，然后去打现嗯，在的 KPL 的什么夏季赛啊之类的就像什么 春季赛这 eStar 样子。Pro、猫神之类的是吗？对对对对，像他们都已经很成熟的，就是这种链条。嗯嗯嗯，了解。那你刚刚说到一种，就是你们的运营啊，或者说你们的腾讯的同事都会透过了一些维度啊，来测量嗯，说这个主播有没有潜质，大概是怎么样的维度啊？就对，是他玩的厉不厉害，然后跟粉丝互动吗？还嗯。是其实我会就是我做过几年的直播的设计以后，我也经常看直播嘛，我会理解到说就感觉而已，就是说嗯嗯一个主播他厉不厉害，并不代表他玩游戏厉不厉害，就一个游戏主播，哦，最就主重要还是他播的厉害说话跟打游戏的厉害是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不一样。但哦，为什么他当然他比不一样？普通人，他玩游戏肯定是要比我们厉害了，这一点就不用嗯说。嗯嗯，但是因为直播它本身就跟我们看那个跑男，对吧？明哦，星他跑跑男，步肯定跑不过专业的人员、专业嗯的运动员，哼嗯或者说他做那种极限运动之类，他肯定干得过那对，些极限运动的运动员。但是嗯。他电视剧好看，一方面是他们颜值好看，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会创造一些节目的效果。所以直播的主播也一样的，他们要创造这种效果才可以。了解。所对，以所以让刘翔去跑步的效果跟让 Angelababy 去跑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对，没错，对对对对对对，用户好的，关注的点也不理解。一样。对嗯嗯对，所以运营同事他们就会去看啊，这个主播
就会不会说话，有没有趣啊，但这种主观的评判。那还有就是最后就会用一些客观的数据去看，比方这个主播他在我们平台播多久，他的用户的一个付费率啊，或者说一个留存率啊，像这种客观的指标就很能反映一个主播是否受大家的欢迎。那如果有的话，那这个主播肯定就可以被冒出来。对 OK， 了解。那你们有具体做哪一些设计或者说流程的优化去推广这些比较优秀的主播呢？比方说给他更多流量或者打赏。对，因为比方如果流量这方面主要还是运营那边把控，因为他们会有这个可能做过内容互联网产品的话，可能就知道会有一些所谓的资源位啊，就像广告位一样的，那他们去把控。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比方说我们在我们在企业电竞平台里面也会去再从设计侧的角度，比方说下拉刷新或者上拉刷新的时候，去增加一些曝光的资源位。所以比方说如果你现在用我们产品的话，在我们页面的底部你会发现，哎呀，有梦类的一个头像的出现。梦类。对，点击的话直接能到它的对，点击的话能直接到它的直播间。所以相当于是从设计侧的角度，我们去不断从平台里面去在用户的一些触点上面去挖一些资源位给到运营去用。就是特别有名的有战队明星的话，你就会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曝光。我就给他配这个曝光的位置。那这样的话，用户在我们平台就会知道啊哪些是大主播，那大主播也会获得更多的曝光。那这样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咯。了解。那你像做这种曝光位的设计的时候，你们团队会不会做一些 testing 或者是可用性测试啊，或者说其他的 A/B 的 testing 啊，做不同 version 的测试啊，来去看说你的 design 到底成不成功？其实因为我们平台就设计人力也少，然后产品跟那个开发资源人力也是少的，然后所以呢，就是整个部门里面虽然有那个叫用研的部门用研的小分组，然后他们也会参与到各个产品的用研里面去，但是他们的人力更多投入在亿级以上量级的这样产品，就是过1亿的产品。过亿的是吗？千万过亿的产品，比如 QQ 啊、Q 众啊这种产品的话，那用研会投入会更多一点。因为所以用研的团队是公共的，就是 general 的，公共的，不是。对。我以为是每个小组都会配的，但了解。不会。但是如果比方说我们需要用研的投入的时候，我们就会，比方说比如是我啊，那我就会跟用研的同事去对接，说，哎呀，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用户上的一些反馈，然后这些反馈我们不能理解背后的原因，能不能帮我们组织一次访谈，或者说可用性测试啊之类的，就他们也能配合上，对，就通常是这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投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的产品通常是不会经过可用性测试才上线，因为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太久。要很久是吗？ OK， 对，了解。一般可用性测试标准的话，腾讯都会做多久？或者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做多久？像3个月还是半年？3个月不用吧？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真的，但是估计从头到尾至少2-3个礼拜肯定是要的。从真正执行开始。OK， 了解。很酷。我听说就是腾讯整个企鹅爸爸内部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迭代的词汇或者是 term 叫做小步快跑。那你具体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利用或者有没有利用这小步快跑概念在你们实际的项目或迭代测试上？像我们产品初期的话，就是可能发版本的时间不一定很确定。那但是到后面的话，我们发版本的时间就从1个月或者5周变成了3周这样子，或者甚至2周一个小版本，一个月一个大版本。那所以我理解这应该就算比较小步快跑了，对于一个有 APP 这样的产品来说，因为 Web 可能会可以更快一点。那所以其实它对 Web 的话，基本上你上线不需要用户去下载嘛，用户直接打开 Web 就可以，那就更快。了解。那对，然后那个如果是按照我理解的传统的软件行业的开发的话，
他们好像是有1年或者半年的产品需求 list， 然后嗯哼去评估时间，然嗯后甚至要包括测试的时间跟可用性测试的时间，他们都要算嗯，在里面。那发版本可能你就是看以前的微软的 Office 这种，那估计当然它产品非常大，而且它的半年一一点点改更新或动会影响，1年一更新是对，吗？1年一更新，甚至2年一更新都是有的。那他们做嗯的产品是非常功能完整的，就有 bug 就问题很大的那种。嗯那像哼嗯我们这种其实有一点点 bug，其实解决起来还是很容易的，所以嗯哼，了解，就是不太需要这么专业的，这么嗯哼完善的这种，对吧？嗯的发版本的的时间吧。，OK。很酷，就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国外或北美的这种 Agile Method 跟 Waterfall 的对比。OK，酷。嗯那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流量嘛，怎么给优秀的主播导流，让他变得可能曝光度更高。那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就是怎么让他从流量中变现，或者是打赏吧。那你们这嗯嗯。边有没有什么专门设计不同的打赏方法啊，或是打赏方面的产品思考，来更好的帮助主播说利用了流量，然后又帮助他完成变现？对，就是直播行业，它可能就直播这种内容行业，它主要的营收还是靠打赏。那我们一开始是不理嗯嗯解，说用户为什么要看直播？那我玩游戏不好吗？我看一个不认识的人嗯嗯，为什么要看？打直播，对，然后你看就看，你还要花钱。就对，我虽然在做这个产品，但是我不理解这个用户在搞什么。对，嗯哼然后后面嗯哼，其实我尝试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用户去看的时候，然后嗯哼，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看直播它是为了赢的会更轻松，就是因为像我这种玩游戏哦，水平一般般的，半教程这那种，嗯哼，对，就你获得不了这种赢的快感，所以对，你一就就就特直输，别是这种高农药一直说就会一端局，直骂娘，对对对对对，就会所以很差。你看主播的话，所以主播的话，他会创造一些，比方说翻盘的点，这样子，让赢的会就本来你一直推过去把高地推了，那这种其实赢的很一般嘛，就是你觉嗯得不会很嗯嗯，爽很刺激，只有就是你被人打的已经不行了，突然之间你还就是翻盘了，三路被那推平了之后还能逆风翻对盘，这种是吗？对，这种快感就是一般的游戏玩家是体验不来的。然后通过看嗯嗯，直播，你就可以亲身体会到这种投入到游戏里面这种快感，就很爽。对，对，就有一然后那些，所以嗯，对，所以没有，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理解说用户为什么要付费，主要还是为了这种看直播的这种，要么就很轻松的感觉，要么就是嗯它很刺激的感觉去带来的这种情感上的消费吧。那所以我们也会说去给在我们主播，比方说完成一波5杀的时候，那我们会嗯出一些 toast 去吸引用户去，toast，点击，你说呃，烟火吗？还类似是什么？不，就会出一个祝贺啊？弹窗吧，你可以弹理解成是一个窗哦。弹窗，一个弹窗，然后就让用户点击了之后可以马上发礼物去祝贺主播这样子，所以就哦，就是是他现在刚刚好完成一个3杀或5杀，或者是翻盘，然后对就可以趁对，这个点，我们就会然后去 对 prompt 用户，去刺激用户。哦，OK，对，这个都是偏情感上的导向的付费行对。为了。那那所以有没有刚就是刚主播被团灭了，也给他一个弹窗，安慰一下？这个可以下次加一可以下，是吧？回去给产品提一下需求，什么大对仙反被向体系对大仙被团灭了，被干安慰一趴的时候，下大仙，对，对，可以，下次给他送一个。是的，可以，嗯很好。OK，那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因为基对本上对对，我自己玩游戏的时候也会看一些什么大仙的什么烧白直播啊，然后去大概看一下嗯，他怎么用那些英雄，因为刚开始自己玩一个新英雄，如果去排位的话，肯定会被骂的要死，匹配的话也基本上会输，所以看直播还是蛮对，看看直对，播，看久了你就会玩了，其实。嗯嗯嗯，对对。那那打赏的方面的话，我听说腾讯会有不太一样打赏方式，比方说什么一次送很多啦，或者是比较长时间的送啊。那你们这方面是怎么去思考这种设计的，或这种需求是怎么来的呢？能大概介嗯，绍一下吗？呃，那个其实就是说，
我们会去做一些礼物打赏哦，对，一方面，呃，还有就是，当然就是礼物打赏是最重要嘛，然后也会去嗯嗯做一些别的一些付费的探索吧，对，嗯嗯，然后像那个游戏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主播，不，有些观众会喜欢想跟主播一起玩游戏啊，这样子。那就跟小姐姐一起玩那像这，游戏对吗？对对对对对，嗯那像这种的话，其实它跟打赏也不完全一样，它偏功能性的一种消费了，就不是那种情嗯哼感向的消费。那我们就会去当时尝试了去做一个比方说我是个主播，我去开了一场直播之嗯嗯后呢，嗯嗯就会发起一场我们叫做车队竞价车队这样的一个功能，车队是然吗？后哦，车队就玩游戏里面叫开车队嘛，对，然后嗯这样的话让用户加入到让这个观众加入到这个车队，就可以嗯嗯通过软件的一个按钮，然后点了之后就可以进到同一个房间，跟主播同一个房间，这样就可以跟主播开嗯黑了，对，大概嗯是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玩法，嗯，然后去嗯嗯。那你们是怎么设计说让哪一个用户跟哪一个主播去开黑的？还是说所有用户都能跟这个主播开黑？那万一这个主播太热门了怎么办？对，所以我们会做一个付费的限制，就是因为你嗯只要在这个直播间，你就可以去加入这个车队。那如果加入这个车队，可能如果是拼手速的话，那可能就对大家就拼手拼手速、速就很拼网速，很麻烦，因为有的地嗯，方网差一点，那永远都上不了车了。那永远所以都上不我们后面也了车，是用了一个。好可怜。就是你不能控制，你不能控制这是，个客观的东西嘛。然后，嗯然后如果是个竞价车队的话，那所以就是大家付费来，那这个主播也会获得一些收入，那主播反而会更加有热情去带粉丝去玩游戏。其实这种娱乐局啊，对，所以这样你竞价可能的意思是类似 eBay 的那样子 bidding 嘛，就谁出对，的钱稍微没错，多一点，就是 对 OK。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拍卖吧，你可以理解。哦，那然后这个流程是前四名就可以怎么样的？上车了。这个流程是这嗯，个主播在竞价，然后他可能会喊到10块钱、20块一次，然后30块这样子，还是说哦，没有没有，用户我我们把先设它做成定一个功能态了。价格？嗯，我们把它设置成一个功能态了，就不只是一个主播在直播间里面靠嘴巴说，然后用户送礼物，然后他还要哦去拉个 Excel 表算一下谁给我送的礼物最多，这样并没有，就是它，OK，就是一个功能态，用户可以选，比方说我按10块钱去加，或者按5块钱去加，然后按一下就加5块钱，按一下加几个多少钱这样子。你也可以直接哦喊一个很高的价，就比方说直接输入一个100块钱，那也可以。，OK OK，想对，要跟一个漂亮小姐姐主播玩一次游戏还不简单，我要超越各种其是啊，他的用户，好吧好吧，很对，有趣。那那你们是怎么去，比方说抓住或者是研究这种用户心理？比方说是我花钱请人陪我玩，那是如何抓住这种心理去更好的去对接主播的那种，比方说变现的需求啊，还有用户的那种玩游戏的需求。呃，我会觉得说，一开始我们做这个功能的时候，是出发点跟用户的那个后面所演变出来的那种情感其实不太一样。就我们的出发点是很简单，就是嗯对，因为我们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说，哎，你想一个主播他小有名气，就有一定的粉丝影响力了，嗯哼这个时候，对，嗯哼，他不一定是很大的主播，那很大的主播他也带不过来粉丝去打游戏。那如果他是一个中没小主时间了。播的话，他有一定的嗯自己的粉丝团的时候，那这些粉丝肯定希望想跟偶像一起打游戏嘛，对吧？举个例子，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出于这个角度去做了，就是竞价车队跟主播一起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后面我们发嗯，现呢，这个功能它自己会演化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哦，就是对，就是会有一些可能自己没有什么粉丝团的主播，他们也会买这嗯个功能。原因是因为哦，有的人可能就是想找个人陪着玩的上分，或者说陪着玩的嗯，去就去消磨孤独感。就是你玩孤游戏的时候，独感。可能一个人玩很无聊，
你希望想找一个人陪你一边聊天一边玩游戏，那就因为本来王者它还是个偏社交型的产品，偏社交型的游戏产品，你可以开语音嘛，可以互喷。对，就你一个人玩游戏玩一天，你会觉得啊，我这一天就荒废了。但如果你想，你跟着一堆朋友去玩游戏，你会觉得今天会更加，你的快乐会乘以2、乘以3，就会更爽。如果跟一个声音好听的小姐姐玩游戏的话，那就更对，就是即便输了都会很开心，就没有关系。是啊，就是你跟一个声音好听的、会说话哄你的这样子，那玩起来会更好。对，而且我们会发现有的人可能说，哎，我玩游戏玩不好，所以我找个人陪我玩。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可能是玩游戏玩的非常好，他已经是王者段位了，他也会找一个那个声音好听的，或者说会说话的、会哄他的主播去陪他玩。所以这里面其实玩游戏已经纯粹不是竞技，就不是说我去打败对手或是屠杀对手，而是一种半社交或者是社交的行为。对，他就跟主播去聊天呀，或者他想，比方说我就是个打野了，我就想找个辅助来带我，就跟着我，然后就喜欢这种被宠着的感觉。就用户的情感真是千变万化，所以还是非常的特别。做完之后就会发现，原来这个设计就不要做的太死，让大家去自己挖掘自己的场景更好。对，这挺有意思的。那你讲到一个非常就跟我们好像设计平时学的不太一样，就是都强调 scenario persona， 就是说用户情境啊，这当然也很重要。但你是具体到一个那种紧贴用户情感的，那你怎么去利用这种情感化进行设计呢？而不是依靠死板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啊之类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可以啊，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那种，它虽然就是我会理解它其实是那个用户的使用的场景的一个迁移，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假定了一种用户的使用场景，但是用户其实会变化它的场景，然后诞生一种新的功能出来，就像我们之前也是去假定用户。也不是说假定，是我们真实在数据上观察到用户的这个需求。就我可能可以介绍一个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叫英雄投票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比方说假如我们现在看 A 主播玩游戏，然后他现在在选英雄的时候，他因为会照顾到观众的偏好嘛，他就会去选，比方说他会问说，哎，你们想看我打什么英雄呀？然后有的人会说李白、或者有人就会喊露娜这种，对，就很秀的英雄，或者说有的人会因为自己不会玩某一个英雄，像吕布，假如我不会玩，那我这个时候希望主播玩，然后我就会喊出来。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那既然主播都问了，然后粉丝也会狂刷这种英雄的名字，那我们能不能帮他做的更简单一点？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做一个有点像一个选择面板吧，让用户直接选了，直接就可以发出去了。然后这样，主播也可以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就知道说，哎，我的直播间里面，我的用户喜欢看什么主播，看什么英雄。那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我们当时就准备做这个需求，然后做完之后，就做了一半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意识到什么？我们把这个数据都很客观化的表现出来的话，其实就太死板了。就假如果用户他说，哎，我希望主播你玩露娜，但是结果主播不会玩露娜，不会玩露娜的主播，对，露娜就很尴尬了。这个时候断大很麻烦。对，你要秀起来就很难的。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场景，最后发现我们也能有机会把它变成一种设计的表达，或者说更好的体验。但事实上，从这个事情的本身来看，它可能就不那么 make sense，就不那么好了，不那么对主播友好或对用户友好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需求做了也是，就是最后会比较尴尬一点点，但是最后也没有上了这个功能。对，所以相比之下，现有的弹幕这个事情就本身就一个很好的互动工具了，所以就足以满足主播的场景了。所以基本上大概的意思啊，就如果讲错就请纠正，就是说
假设弹幕一大堆，有人选韩信啊，有人选露娜，比方说张大仙好了，就叫他对喊露娜让他玩，喊李白给他玩，或喊什么吕对布啊，比较容易操作。结果发现张大仙，其实露娜其实秀不太起来，但露娜的那个弹幕又是最多的，所以可能对这种实际死板的数据的话，如果真的是呈现出来，可能会让张大仙陷入一个尴尬，就是我玩露娜不太好，对但我可能又对要玩，对吧？对可能弹幕那对啊，种零零乱乱的，他就可以很好的有回旋的一点说对啊，好吧，我就玩吕布吧。嗯没错没错，你说的非常对，，OK，很就是有意思。给主播留有一些情感的对余地，别得很尴尬。对对，毕竟主播还嗯，是需要有一定的秀操作空间的，不然没有人是要是啊，看你被人家按在地上磨蹭的。对对对对对，对，OK OK，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没错。听说你嗯嗯们那个企鹅电竞有一个很有名叫什么？年度小粉节还是年度粉丝节？那你们这个节日具体是做什么的？是怎么去推广或者是宣传这种主播文化啊，或者宣传很厉害的、很有网红潜质的主播呢？嗯，对，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粉丝节，会做一个什么年度盛典，因为毕竟你是一个年度培养，盛典。就是一个内容平台嘛，它会培养一些嗯你可以叫网红啊或者 KOL 这样子的一些人出来。，KOL。那对他们的话，其实就是需要去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要去维护跟粉丝的关系或者跟自己观众的关系。那我们就会打造一些这种节日去这个节日其实说白了哈，那从产品侧来说，一方面是培养主播的名气或者培养主播的一个主播粉丝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有一定的营收的促进嘛，就像双11或者618马上要来的618，那其实都是电商所创造的节日，那他创造这个节日无非就是想多卖东西多赚钱的，那同样的直播产品也一样的，就是说会打造一些节日，希望主播希望粉丝能为自己喜欢的主播去投票，送礼物投票。就是那这打样的话，气帮助自己，之类的。对，打气，对，帮助他出道，帮助他帮助他攀出道。上这个，没有，他已经出道了，开玩笑，就等于他会有一个排行榜，那帮助他的主播去竞争这个榜咯，就类似我们然后去追粉丝，星、肖战之类对吗？就是没错没错没错没买错，伴手礼或去演唱会去支持肖战，希望他对对更红。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粉丝节或者说什么龙就是粉丝节这种，我们会就是以前可能我们会做互联网产品，可能都是一些 APP 啊 UI 上面的一些东西。那其实粉丝节呢，它其实是一个线上线下的，我们还会策划到一些展会上的一些，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很综合的设计的考虑了，就不只是说我设计一个界面就算了，因为直播产品它本身除了内容有送礼物啊，有排行榜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的细节，就是模块，你都需要在这个节日里面调动起来，就是一环扣一环的调动起来，就是你需要尽量激送礼物，活他们是吗？对，激活他们在我们平台里面的整体的活跃，就而不只是说我设计一个 banner 或者设计一个网页就算了，而且还要考虑到线下的一些布场啊、一些 KV 版啊，或者一些宣传视频啊，反正这个做下来，我们要动用至少一到2个月的人力，就多人投入1到2个月的人力这样，对，而且还要找很多外面的一些广告公司帮我们去做包装啊，去做宣传这样，所以其实还是能量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来。了解了解，很有意思。没错。那你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那种类似肖战啊，或者什么范冰冰，好吧，范冰冰好像有点凉了，不太好的例子。肖战吧，就是那种打赏啊，或者是给他打气，就买伴手礼或不是伴手礼啊，就买一些礼物啊，然后把它推上排行榜。那你们大概这个排行榜是大概有什么维度来衡量？比方说是人气排行榜啊，还是什么颜值排行榜，还是什么翻车排行榜啊之类的，是怎么去考虑的？就是如果是直播平台里面的话，我们通常会考虑最主要2个维度吧，一个就是盈利的维度，这叫什么呢？吸金的维度吧，或者说对盈利就是收入的维度。另外一个是人气的维度，那我们可能会准备一些就是特效很夸张的一些大的礼物，就贵价的很夸张的，对，这
大家以前都经常吐槽的飞机大炮、飞机哦，火飞机箭这种的，大炮就越土那种越夸张越好是吗？就一定要非常帅。但是我们平台做了几个还是挺帅的一些大礼物的，对，就比方说嗯，什么，呃，像夜店风啊，或者说一些赌场风，嗯，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夜周店风，润发吗？对，赌神风，哦，我忘了那赌个神风电影了。是吗？用钱砸对，就是我死你。们的，对我们的土豪，就我们的大 R，就我们叫大 R 吧，就是说大儿高付费的用户，对，哪个儿啊？就大付费是量很高，大是大小的大，R 是 嗯 revenue 的那个，就是 R，哦大 就是 R 啊，我以为是大儿子的大儿大 R。OK，好，没有人讲，但是大儿是对什么？亲儿子吗？OK，好，大 R，对对，OK，就他们还是会很喜欢一些比较嗯富贵的风格的，浮夸一点的呢。富贵浮夸一点的 OK 风格。对，那 OK，像这好，种的话，主要就是帮助他们的粉丝、他们的主播去上那个营收的榜。那还有另嗯外一个就是，比嗯方说有一些主播，他的粉丝并不一定那么有钱，但是他粉丝量很大，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会给他一嗯些便宜的礼物，让他去上那个人气榜。这样的话，其实嗯，对，就两个就哦，都可以上榜嘛。嗯，就是有的可能是面向那种大 R 高端的那种目标人群或对粉丝人群，有的是中低对，端的，那他的付费的能力可能不他只是一样，但是同样对你都能达只能叫到那个排行他人榜是吗？气高。对对对嗯，对，但他毕竟都是营收不一定强很啊。强力的主播。OK 对，没 OK，错没错。有意思有意思，好，很好玩，感觉我们都能主播出道嗯了，可龙学长，开玩笑嗯嗯嗯，开玩笑，你来我给你刷礼物。荣耀太菜，荣耀太菜，好吗？Anyway，拉回来。嗯就是有关于就是你们直播间啊，或者是游戏直播首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思路？比方说，你们怎么帮助，比方像我这样的用户去找到可能我会喜欢看的主播啊，不管说他是比较秀操作的啊，或者声音比较甜，或者长得比较像 Gaki 啊之类的，这个你们是大概是怎么样的设计思路啊？你是说找直播吗？就是说我怎么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对，直播找到我这样子吗？想要看的直播间，或者是我想要看的主播。啊，OK，那个我就还是拿王者为例吧，因为这个可能大嗯家会相对嗯嗯嗯熟悉一点点。嗯那我们一开始可能做王者，就从第一个版本，可能就是说，你先在王者荣耀这个品类里面，这个游戏里面，嗯，那我们去看一场一场直播的去看它的，就像淘宝一样，你去看到这个封面图好看，你点进就一去，个一个然后发翻是吗？现这个内容一个一个翻，对啊，这可能就哦，最基础的设计。后面我嗯哼嗯们在想，哼嗯哼就因为我们自己也玩王者嘛，然后而且当时嗯嗯王者也是刚刚出来，所以我们也玩的嗯嗯，不太好。我们在想，哎，玩的不太好。我和比方说，就是我玩的不太好，那这个时候我在想，哎，那我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实力？那比方说，我最近经常嗯嗯玩的一个英雄，举个例子哈，那可能就嗯是吕布好了。那这个时候吕布嗯嗯我不会玩，怎么办？然后我就有一种诉求，就希望说嗯能不能根据吕布来去找直播间。然后同嗯嗯嗯，样道理的，对，那我在想，那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需求吧，应该。嗯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怎么说呢？特点吧，或者优点吧，优势，就是因为我嗯们还是腾讯内部的产品嘛，那我们可以嗯获得哼嗯哼，主播在播亲儿子。哪个英雄这个数据，对，就能获得主哦，播在玩什么英雄这个数据，所以相当于所以有的 别的 API 平台可能，它是不会给别的平台的是吗？呃，这个在当时应该是给不了，对，当时不会给。哦，了对，解。但现在都嗯可以给。哼嗯然后，嗯当然，其他哼嗯哼平台也可以通过图像识别去做，因为它嗯，但选英那个比较雄的时候就有不文字，精准了。但对，对，相对来说没那么精准。嗯对，嗯然后反正我们当时是第一个平台去做了按英雄选直播间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数据量哦，是非常大的，就用户嗯通过这个哼嗯渠道来找直播间，在当时上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新功能上线这嗯个红利在吧，那当时的转嗯嗯，化率能到80%-90%，非常高。哇，这个然后很很高了耶，快的话，对，八九后来的十，话，嗯对对对，后来的话就是其他平台也跟进做了这个功能，就可见就嗯是这个功能一直在入口上面都没有降权过，就功能的入口一直都很高，嗯，所以用的非人还是常核很多的。心的常用的一个功能。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的话，我们的用户对找直播的这个事情就会更加的靠谱一点，更加的嗯
更加的容易找你。了解。是的。那你们比方说你们是怎么为，因为举个例子好了，你说你不会玩吕布啊，好吧，学长你有点菜，吕布都不会。Anyway，比方说你要怎么去，因为如果说像你们平台是腾讯的亲儿子，那有后端的数据就是这个主播在玩吕布嘛，那个可以。那比方说有个别的平台，或者你刚开始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你怎么去识别或者给这个主播打上标签说，哦，他在玩吕布？是主播自己要去选择这个标签呢，还是用户去那样子 crowdsourcing，还是怎么样的？这是大概一个怎么样的机制啊？其实如果是英雄标签，因为这是客观类型的标签，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系统去打，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界面排布好，而且会，比方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因为你用户也是用 QQ 登录我们这个产品的嘛，那我们也会大概，就如果你授权的话，我们会知道你平时用的英雄是哪些英雄，那我们会优先推这些英雄给你，那缩短它的路径嘛，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种是客观型的标签，就英雄啊，或者说他究竟在打排位还是怎么样的一些标签。后面我们就会在想，那主播其实除了技术型的指标，还有一个叫做娱乐型的指标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会说话呀、声音好听啊，或者说颜值高啊这种。那这种指标的话就是客观，就很主观了，我就没办法说通过。同样都是玩吕布的，你不晓得统哪一个的那个活跃度比较高，每个人说话好受听呢。欢迎程度，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要不要让主播去给自己我们要不要给主播打上，比方说人美声甜，御姐音，像这种标签，御姐音，但是我们会，对，但同样的，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选英雄的那个功能一样，其实我们在想我们去真实的去想一下这个功能，就会发现有很多主播，我肯定会给自己写上人美声甜。对，吧？每个是主播都写所有人都会写啊。对啊，所有人都会写我技术很强，我这好看那好看，声音好听，乔碧罗也会写上这个人美声甜。对啊，没错。对，所以你看这个问题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对用户没有什么带来很有价值的筛选的一个标签。那所以呢，这种功能其实最后我们也是 hold 住了，没有上。哦，了解，很有意思。好，好吧，那看时间快不多了，大概只有2个问题，就最后八卦一下，就你有见过在腾讯有见过小马哥吗？我说小马哥是指马化腾，不是指马英九。那有见过马英九也可以。有啊，就是有见过吗？在广东的公司，有，就面对面的那种，就是哇，对，因为广东的公司会喜欢在春节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发红包，那小马哥当之无愧的，就是一定要给我发个红包的老板呀。好棒。初八好像是初8，如果没记错的话，初7初8。你们是怎么去领红包的？每个人都可以领吗？每个人都可以有小马哥亲手红包？对，反正全公司的人都可以领，但是呢，他会限额，限多少我不太确定，然后就要排队。通常来说，那天呢，大家就会在1楼那边排一个很长很长的队，很长很长的队，跑吉利，巨长。对，好的。对，然后到他办公室门口，一个个领红包。对，然后这个时候是最近距离接触到小马哥的。对。天哪，好酷！希望哪天也能亲手去排一个很长的队领小马哥的红包。Anyway， 另外一个就是好奇问一下，就听说小马哥就工作很勤奋，经常回邮件回到凌晨2、3点，这是真的吗？你有收过他的邮件吗？我如果收过他邮件，那我现在就可厉害了，跟你说。你可厉害了，请赶快收到小马哥的邮件好吗？对，我收到邮件都是面向全体员工的那种。那个就是我确实有听过别人有分享说，就是以前的时候，不是说以前嘛，就是他会什么2、3点钟、3、4点钟会回你邮件，或者跟你提一些体验上的问题，这样子。他确实是会把我们公司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产品都会体验一下，就都会大概用一下，就对。对，用户量大的他可能会经常体验的，那用户量小的话偶尔会体验一下，然后发现一些问题，我觉得一些不合理的
的产品思路的时候，也会直接发邮件给当事人，然后让他去就是优化，就讨论一下了，优化一下，讨论一下，一般会讨论一下，听你意见，然后你觉得你有道理，也会听你的，对，会这样子。酷。对，但是我倒没有真实的收到这种邮件，要我收到了，那我就厉害了。好的，早日收到好吗？不要收到那种改进的邮件，要收到加鸡腿的邮件。可以，收加鸡腿。OK。对，好。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疫情嘛，COVID-19，对，那你们的比方说企鹅电竞啊，或整体腾讯还在招实习吗？还是还在招正职吗？都招，实习的、正职的我们也会招。就腾讯的那个招聘肯定是一直没有停过的。如果是特别是正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一个网站去查得到，然后或者关注那个公众号，不直接在腾讯那个官网上面就能查得到。然后如果通过腾讯内部的同事，就不只是我了，就腾讯内部的同事的话，因为内部投递的话会有一个就是跟进更快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就是 HR 会保证1周以内，或者说面试官会1周以内就会接触到你这样子，而且因为内部同事的话还能看到一个招聘进度，所以的话会比起不知情的话会更透明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着找一下腾讯内部的同事去推一下，或同学自己推一下，这样会帮助自己有更大的成功几率。当然找我也是可以。好，然后我们产品，对，可以没问题。然后也可以就是我会给你一些包括部门上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介绍吧，让你知道这个岗位或者说这个产品在做什么。这样因为他通常招聘的时候会很模糊，不会告诉你这个产品在做什么。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些，帮助你去选择了。主要是这样，因为招聘的量还挺大的，各个产品都在招，包括我们产品也是在招。这样。好的，能大概介绍一下你们组在招的人这个职位的情况吗？或者说他 base 在哪里啊？base 在我现在主要是在深圳，那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面向海外的直播平台。那所以 base 的话，有可能是在美国，有可能是别的一些地方，就可以有美国的 base， 也可以有深圳的 base， 也可以选。然后主要就是招一些可能会有海外背景的，就包括留过学啊，甚至就是在海外成长的。在海外成长当然会更懂海外的风土人情嘛，那会更好。那其实就是说会有海外背景的人，我们非常欢迎，特别是设计就交互啊或者视觉啊都 OK。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有兴趣的话跟我说一下，我就可以直接给到我的 boss 了，我的 boss 就可以直接面试了，对不对？好，挺好的。那到时候就麻烦你把学长的 email 可能留给我们学弟妹，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子跟你好呀，到时候我可以发给你们，然后如果有需要的就帮我推广一下咯。好，谢谢。那大概还剩4到5分钟，就看各位同学啊学弟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问 Colin 学长。那你可以举手或者说打在 chat 里面，那我就让你 unmute， 那你可以直接问他，这样直接的互动。对，没关系，不用害羞，学长人很好，我比较逗逼啦，我感觉到了空气突然宁静，真的就没有问题了吗？或者大家可能只想投递，有可能投递，赶紧发简历。我看到有 Harper 同学举手了，我来 unmute 一下，等一下啊 ，Zoom 好难用啊。好 ，Harper 同学，你请说。嗨，我是 Harper， 可以听到吗？听得到 ，Hello。我想问一下 Colin 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设计过程中，如何去平衡用户以及 PM 的需求，包括数据这种trade off，就是你们要如何去平衡，选择一个平衡点，然后去推进去上线？就是首先那个，如果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功能点，其实可能是 for 营收或者 for 用户体验的，
或者说让产品变得更特别一点的，那其实他们之间只是时间上的矛盾，并不是一个本质上的矛盾，就并不会说我做了一个用户体验好的东西之后，那可能在产品侧那边会影响它的营收。这种可能通常产品会妥协，向体验那边妥协。那所以这个问题还比较好解决。那所以另外一种就是主要是时间上的一种考虑。就像我刚入职的时候，当时产品还是一个只有最基础的功能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加班去做一些基本的体验。那做完之后，这些体验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只是做完最基础的体验，就是能看直播、能找直播这样子而已。然后这个时候产品就开始要着急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路径了，就是商业化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模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当时还是刚毕业嘛，我还是抱着一腔热血去想着说把产品的体验怎么做得更好一点。然后我当时也是做了一些优化的方案之类的，但是其实产品侧是不会觉得这个是有多重要的。但是因为他当时着急的是商业的这一部分的功能，但是其实我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当时提的那些功能并不是没有做，只是在后面慢慢一点一点的做。所以可能就是在整个工作的环境下面，体验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到一个产品的一个节点，然后在某些节点的时候去优先做一些对这个产品更有利的事情。比方说你如果商业化这个事情都做不来的话，就在当时商业化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那我们产品可能很快就会死掉。因为虽然是背靠腾讯，但是其实你不赚钱的话，还是会被 cancel 掉的，对不对？内部会淘汰这样。对，会淘汰的。然后如果你的商业化基本能力有了，产品也稍微空出来一点点时间了，那这个时候设计侧就会去推动自己所要做的一些优化的体验上的这些东西。那可能还会遇到，比方说产品会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希望空间利用率更高，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塞很多东西的话，体验就不好或不好看。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种磨合的过程，就是需要就这不是说我这一次的需求，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团队的一个磨合的过程。你需要让你的合作方，包括产品开发也好 ，PM 也好，他都要跟设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你要在平时工作中就要跟他们建立起这个共同的目标。这共同目标是什么？就是一个好的体验会让用户更长久的留存在这里。如果大家一开始没有这个共识的话，那最后工作上面就会非常被动。所以这个可能还不是一次性能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答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好的，请问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没有解答 Harper 同学的问题？有，非常感谢。我可以再加问一个问题吗？好，我比较好奇。谢谢。我比较好奇，在腾讯内部，你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最引以为傲的点，以及你最不能接受或者认同它的某些文化层面或者什么层面的这种东西。你的意思是说，在腾讯，我觉得就腾讯有什么是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作为设计师，对。这个呀，等我想一下哈。这个问题好犀利呀，比较犀利，对。但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主要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是小团队，所以我所做的东西很容易能被我的 leader 他们能看到，所以我觉得在平时的合作之中，我还是蛮轻松，蛮容易的，可能这么说。但是不知道这个在其他公司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工作了还是学生就是说如果工作以后可能会一些在工作上的合作其实是挺让人需要去平衡或者说去思考的一个点。那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 nice， 然后我的想法有很多时候都能得到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会
工作的时候会更加轻松愉快一点。那作为设计师，那我也会去提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英雄墙，就是选英雄啊，就当然我这是面向我自己产品了，那就会选英雄啊，然后这个也影响到行业的一个功能，然后也会有一些设计上的思考啊，像这种东西，可能我会更就对自己会更满意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会经常去思考这种东西，然后把它落地，然后如果能落地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那当然了，我通常也能落地，所以我还挺开心的。这一点我觉得是 OK 的。对，不容易，不容易，感觉你的同事所以都非常我觉得设计是最重要的。在工作，这对于设计师来说，我觉得很多设计师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抱负，就是我做的东西希望能落地，或者说我做的东西是能得到用户好的反馈。那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创造者的角色去做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在腾讯其实这一点是能满足到我的，因为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对，没错，你作为用户产品的上帝，正在执行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对，非常不容易。好，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就赶快可以问 Colin 学长。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今天就到这里了。还有问题吗？好，那非常感谢孔毅学长今天来做客我们 Into2 产品设计。那如果就是有任何同学就是想要投递，就是腾讯，比方说国内啊，或者他们小组海外这个直播能被在美国的机会啦，就欢迎去寄送 email。那 resume 就是作品集加简历就行了吗？还是有别的要求？你在问我吗？是吧？对啊，刚刚有点就是他们要怎就是么去投递？刚刚在聊天那边，我看到，对，我刚刚看到聊天那边有我的那个 email 嘛，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们，比方说你们在那个校园招聘那个网站上面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岗位，那你可以发 email 给我，就你不一定可以马上就，你不需要马上就给我发那个简历跟作品集，你可以先跟我跟我说要哪一个岗位，然后我可以帮你在内网上面查一查这个岗位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要求或怎么样，我可以跟你沟通一下，这个是没关系的。然后如果你们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觉得要投了，那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再去反正通过 email 去联系一下先是可以的。不着急说把简历作品集发给我这么快，但如果说你们已经决定一定要投就是腾讯的一些岗位的话，你也可以连着一起发给我，我可以在内网上面帮你上一下也是可以的，就不管是了解或者说投递都可以发到这个邮箱上面去。对，反正 anyway 不管怎么样都能发好吗？所以请大家尽量尽情的发。对，好，好，谢谢孔毅学长，那也谢谢大家来参与这次直播。那以后更多的分享啊，还有公众号推送啊，都会陆续的在公众号跟 Facebook page 上面发布。好，那谢谢大家，孔毅学长，对，周末愉快。好，谢谢，拜拜。周末愉快。